老挝的朋友勇敢地去尝试这种既能够有收入，又能够满足自己爱旅游的愿望的事业。他决定以身作则，为他做一个示范。结果呢？在咖啡厅这里，面对着这一条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个国家，最终注入南海的河流。不得不说，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太渺小了。龙坡邦这里的河边餐厅，就大多数都曾经被淹没过。龙坡邦、琅勃拉邦都是这里的地方名称，是老挝语音译过来的。我个人更加习惯龙坡邦的读法，和中国内地还是东南亚国家怎么称呼这里是没有关系的。像辽国和老挝指的都是这一个国家，但是我是怎么舒服就怎么读，所以后面我会一直用老挝和龙坡邦来介绍这里。老挝85%的国土都是高山峻岭，纯的内陆国家，和大海是毫无缘分了。在海运交易主导着经济发展的时代，可以说上天给了他们一份最难的考卷，所以现在他们的团结全部都是用来对抗大自然的风险上面，而不是用来对抗另一帮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身上。这家餐厅也是建在了河边，是在去光溪瀑布的路边上。光溪瀑布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我会在最后为您介绍。这是我第2次去了，但是依然还是觉得不枉此行。这家餐厅叫做竹园餐厅，在这里看到的这一段湄公河更加的开阔，更加能够让你感受到它所隐藏着的威力。它从北到南差不多贯穿了整一个老挝，真正的黄了自己，绿了别人。你看这山，这田野，真的是绿到让人羡慕。这也就难怪它的糯米饭是如此的1等1的美味了，又糯又香又滑又甜，它是老挝的国民主食。这家餐厅虽然简陋，但是出品很是地道，是值得在这里一边流汗一边吃饭的。哦 ，coconut ice cream。不過他們呢อาหารก็กินได้อร่อยๆเนาะ。这一道菜呢，也是老挝的国菜，音译过来叫做辣普，是一种肉类和香草的沙拉，通常会搭配鱼露和青柠汁一起吃。在大热天里，这种常温又容易入口，同时也开胃的沙拉菜，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Hello， 我是广东麦克风。今天是2025年的9月27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老挝的龙坡邦。我会到这里来庆祝自己成为 YouTube 的1周年。感谢这1年来有观看过我影片的你，没有你们的鼓励，可能我早就上岸了。开玩笑了，我这个人很是分裂，说起理来的时候啰嗦的要命，但是也常常的会开玩笑。感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这一条街就是中心的主街道了，早上给僧侣们的布施就是在这条街上面进行的，晚上它就会变成夜市，按摩店、货币兑换店、餐厅、酒吧也都是集中在这条街上面。可以说这条街道承担着满足当地人和游客们日常需求的重任，真的是可以用一街多用来形容的。
以他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学历和经验，一切都从零开始，这不是疯了是什么呢？所以他给自己的频道取名叫做广东麦克风。他有时候是真的疯了，计划来这里是剪1周年纪念视频的，结果带了迷你的电脑主机过来，却忘记带移动的显示屏，不得不换了一间有电视机的房间，这种古董级的电视机了。但是最后也算是因祸得福吧，这个房间更加的宽敞和舒适。这家酒店是$25一晚，就在中心的区域。如果有兴趣的话，请看后面我的住宿心得和建议。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运动相机捕捉行走的画面，手持相机拍摄细节，有时候还要用手机进行远距离的拍摄。他认为，除非不做，要做就得尽全力去做。是否尽全力了，他觉得这是他唯一能够左右和控制的。至于评价、流量那些，随缘吧。每對15蚊2對，買著啊！15蚊2對，你幾平呢啲係？以上的设备再加上各种的内存卡，总价值接近1.8万元人民币，美金2500元了。这一年，他终于领悟到了，像是这支影片的标题，如果用这一年他赚了多少钱和这一年他亏了多少钱，所得到的关注度是不一样的。这一年，他从原来只是简单的用手机进行剪辑，改进到开始在电脑上面使用专业的软件来进行操作。但是无论他说的再多，大部分的人也只会关心他到底亏了多少钱。那就顺众所求，公布答案吧。聪明的博主在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插入一个广告的，我也插入说明一下，刚才提到的聪明是带引号的。这一年他一共亏了53198元人民币，美金是4218块。这些支出仅仅计算了能够找到支付记录的机票和酒店以及购买摄影设备的金额，像是日常的吃喝、景区的门票、项目开销、剪辑视频所用的电脑都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虽然他觉得旅行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拍摄而已，不应该把它算进去，亏的也只是购买设备的费用而已。但是也会有人说，这些设备还在你的手上啊，所以也说不上是亏出去了吧。如果是这样子，那就请你看完这支影片，看一看他这一年到底收获了些什么，又付出了些什么。1年过去了，这里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还是老样子，一样是节奏很慢，大家都不慌不忙的样子。龙坡邦的主城区就是一个 U 型岛，就这么一点点大，10多20分钟就能够从底走到最外面去了。远处的小高山也就相当于进岛的入口了，它叫做普西山，适合登顶看日落，很多游客都会去。主城区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太好逛了，特别是 U 型岛的底部这一块，既集中了很多的著名的寺庙，也有很多的古建筑换了新颜，变成了餐厅、咖啡厅、精品商店等等。即使你是大中午的在这里走街串巷，太阳你都不想用毒辣来形容它了，反而你会想到的是艳阳高照，好蓝的天啊！光是在主街道闲逛的视频，我就拍了30个 GB， 实在是太有感觉了。同样的建筑，在不同的时间、光线、不同的人物走动下，却能够带出不同的意境，真的是好想把它全程都记录下来。到了傍晚，面向夕阳，游客不再喧嚣的时刻，看着这些有上百年历史的旧建筑和寺庙，我忍不住问了自己好几遍：100多年前的人真的就这么幸福了？
这里是一个平面的世界，它没有复杂的天桥或者隧道，小巷子都是直通的，不需要什么绕行。一条中心街道，左右两边各是一条大河和小河，是看得见还走得到的。面积小，小到大家都像邻居一样。อะไรนะเอานี่มาเหรอ你看打包外卖，老板让你直接带一只碗回去，吃完了再把它送回来。这里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原始，好像不带脑子出门都没有问题。我在这一个最繁忙的时间和地点站了30分钟，没有红绿灯，但是车子一直通行，没有争也没有抢。去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感悟最深的就是，原来网络上面透过新闻也好、游记也好所看到的，和我自己亲自来到这里所看到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真实的世界要美好太多了。看到那些网络的报道，你都会禁不住的在想：哎呀，那里的人真的是好惨啊，那里的人真的是好坏呀之类的，全部都是感觉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事实上，他们的确当中有很多人需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大部分老挝人都是佛教徒，他们都会遵循古训，也就是要取财有道。这一次我要在这里住8天，其中的3天是在房间里面进行影片的剪辑的。是的，我每支影片至少要弄3天，每天12个小时。水平有限，就只能用时间来补救了。所以这次来龙坡邦的预计开销大概要3000块钱人民币，也就是422块美元，还不包含来回的机票。这是我每一支影片的大概的开支吧。那收入又有多少呢？收入是根据影片观看的次数来计算的。以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冷门的城市景点观看量都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个人又比较偏好去那些地方，所以我的影片的收入是远远抵消不了旅行中的开支的。我赚钱最多的是新加坡的那支影片，有250块，大概35块美金，这都还不够在新加坡吃1天饭呢。在过去的这1年里面，我预计能够拿到手的收益是150美金左右。既然是这样，亏了这么多，还要继续的做下去吗？你看嘛，这个小孩就是典型的又菜又爱玩。将煮好的糯米饭或者别的食物派发给前来的僧侣，叫做布施。这个在龙坡邦已经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了。因为僧侣自己是不做饭的，所以普通的民众就会帮助他们。他们每天只是吃一顿正餐，除了休息，就是在劳作或者诵经。宗教我是不懂了，我只是觉得他们这种苦行僧的方式，透过减法，既让自己存活在这个世上，同时也将对世界的影响减到最低。但是我是没想到，我们刚好走到了对立面去了，都是在用着加法，要更大、更强、更多、更快、更高。但是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是够了呢？ Never ever。 早上大概5点半，游客们就已经全部就位了，都是以老人家为主，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也都是有一定年纪的了。也许是要有了一定的人生经历，才能够懂得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吧。其实11月到明年的3月才是老挝的最佳旅行季节。现在来的话呢，最热的时候还是有32度的，但是在布施的这个时间大概就只有25度，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
半个多小时之后，僧人们就开始回到寺庙，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日复一日地重复了上千年。他们也许没有为这个世界做出过什么贡献，但是他们也没有遗留下像枪支弹药这样的，说它是带来了安全还是带来了危险好呢？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发明吧。That we can go to the paradise in field after death. Oh, I thought why the people going to the temple to become a monk is because they try to get the good fortune for their parents. So it's not right. It's because there's some relative die, so they go to the temple to save their hairs. But they don't go to temple to just save, be a novice or monk to a leader, to guide died dead people go to the good way in the paradise, something like that. 哦， 40来分钟就能够抵达关西瀑布了。清一色的白色面包车是接送团体游客的。欧美的年轻人呢，就更加倾向开摩托车过来了。1คนลาว1คนลาวใช่ใช่ 外国人的门票是2.8块，本地人就1块钱美金都不到。所以我要向售票员说明，我们当中有一个是他本国人。进来了就没有标示了，就不知道。哦 ，OK， 哦，这电车就可以上。Thank you。เสือนี่จีกิแล้วก็มีแต่ลูกค้า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อ๋อเด็กๆไม่เป็นลูกแล้ว Hello ฉันคิดว่าที่นี่ยินกว่า City นะใช่ไหม在售票处上车，穿过一个小村庄，就到景区的入口了。右上方白色的水流就是瀑布的源头，离景区入口这里还是有点距离的。在这之间的森林里，全是形状多样的瀑布和水潭。20块钱的门票，已经有高尔夫球车把你送过来了，接和送哦。20块钱门票，20块钱人民币。走了。然后这里还有现场烤火、烤香蕉来卖的，现场烤。走耶，快走！卖水果，这条街，卖小零食和一些小衣服。这个瀑布是得用瀑布群来形容的，而不是一只或者一条，从声音就能够听得出来。这就到了第1层的瀑布了啊！这个超大的这个水的响声，一到这里就感觉到大自然的魅力了。然后已经有人在这里享受大自然。Hello， 看来这里人曾经游泳吗？看他们的样子，这就是第1层瀑布。这就是第2层瀑布了。
水从17楼那么高的高度落下来，又在森林里分层级的流淌，整个森林里都是流水声响。这里风景如画，多层段的瀑布，每一段都有它自己的风情。远看你会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近看又似乎流水能够将所有的烦恼带走，也像是在用一个画面告诉你，人生如流水，是短暂的，不可控的，不断向前。你只能顺应其流向，以平和淡然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年，为了拍下更多的美景，我突破了自己，解锁了很多新的技能。像是原来的我是根本没有想过要去尝试登山的，但是也试过在老挝爬了快3个小时的山，这种滋味是终生难忘的。适当的运动可以阻断胡思乱想，帮我集中注意力，定焦在当前所发生的事情上面。如果要减肥的话，就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去研究哦，否则只会因为分神而吃得更多。这个就是游泳池，已经有外国人在这里游泳，这里也在做准备了。可惜我没有带游泳的裤子来。司机说，通常游客到这里来玩都是玩1个来小时。口。但是我们在这里走走拍拍，玩了快要2个半小时，累吗？累的。但是剪辑影片的时候，我是不会将它放进去的。不顺心的事情并非不存在，只是我要练习如何忽略它。这个是我在剪影片的时候领悟到的。1年前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我是根本不敢对着别人拍摄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他们不公平。我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他们，更加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里的观光产业，损坏人家的国家形象。同时也觉得观众不一定会想要看这个。又或者会不会观众觉得我是在利用别人呢？影片最终是会发布到公开的网络去的，所以我在剪辑的时候需要权衡很多，从更多的维度去思考，甚至要去翻查一些历史，又或者现在的数据。随着了解多了，我心里面的一些怜悯之情，又或者愤怒的情绪，也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虽然说考量的再多，也没有办法堵住所有人的嘴，但是我还是有责任思前想后了再去发表。毕竟这是公开的场合，在荒山野岭无人之地，随地大小便没有问题，但是在人多的地方就不可以了。以上的种种收获让我觉得是值得付出那些繁杂的工作的，像是视频的导入、查看、剪接、写稿、配音、合成、封面制作等等，也都能够抵消掉因为担心观看量而产生的等待、脆弱、焦虑的情绪。一个意外的开始，令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影片开头提到的老挝的朋友就是他了，他叫雅图。我在追求重现在轻未来的生活，但是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甚至他这所谓的轻未来，他都轻到有一点接近本来无一物了，所以他比我更加容易快乐。他接下来将会专注拍摄老挝乡村的生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他的频道，在影片的详情里面可以找到。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请你为我的1周年点一个赞。电视遥控器也是可以操作的。不喜欢我影片的人太积极了，所以如果你不帮忙点赞的话呢，我是没有办法获得 YouTube 的推荐的，那样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和你分享旅行的见闻了。先感谢你的点赞，谢谢。影片开头晒在外面的糯米饼，我原来以为是煮太多饭了，
吃不完，所以用这个方法来保存，结果 เอาไว้ไปไข่ป่ะหรือว่า เนี่ยแหละไข่ เอาไข่ เขาจะให้มาซื้อเอาแล้วเขาก็ไปทอดกินกับเฟอข้าวเปียกข้าวปุ้นยังนะกินกับยังก็ได้กินละลาก็ได้ 是的，它最终会被制作成为这种米糕。我又长见识了。关于在这里的住宿，我有4点建议。第一个是一定要住在 U 型岛里面，这样的话，你在这里的每一秒钟都可以感受到古城的魅力。第二个是最好住在 U 型岛的底部，也就是香通寺的附近，并且最好住到小巷子里面去，那样会更加的安静。这里最高的楼只能3层，所以不要追求房间有河景、市景，那样只能代表你已经住到了大马路的边上。有园林的景观已经是贵价的酒店的了。第3点是酒店的硬件设施肯定是没有现代城市那么完善的，没有什么智能电子锁，只有一个夜里都睡在前台的服务生，没有机器人送餐，只有几个一大早就在那里等着你起床，好给你做早餐的大姐。第4点是心态上的调整，这些古旧建筑很多都是木头搭建的，所以隔音肯定是不会太好的。住在这里更加要求你要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欲望，而不是无节制的放纵自己。当你的心态调整好了之后，你会发现透过控制自己也是能够获得放松的。如果你有关于这里的问题，欢迎留言给我。感谢你的观看，再见。